这期网络维修案例说来你们也不信，我足足修了3天。开始为了找出故障原因来，我楼上楼下跑了800遍，愣是没有找出任何故障原因出来，搞得我躺了下来，不由得怀疑了人生。这网络到底啥故障哦？旁边人看我弄了半天，就问我，你到底会不会修网络？当时我也在想，我到底会不会修网络啊？原为这是一次很平常的网络维修，他们的网络状况是 WiFi 怎么都连接不上，电脑也全部没了网络。这种情况对我来说每天都会遇到的，以为不出半个小时就能搞定了，但是真的那么简单的话，我就不会修3天了。上到机柜我发现有一个飞行路由器和一个24路的交换机，下面还有2个小交换机，又是典型的没有标签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些小交换机是干嘛的，但它灯闪烁的厉害，就让我觉得这事情不简单。然后我又去了他们办公室那边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收获吧。他们电脑目前是断网的，我查了下电脑 IP 地址，找到了这路由器后台，然后浏览器输入了这后台，却发现怎么进了水星的路由器界面，不应该是机房的这飞行界面吗？我以为这电脑是被水星路由器弄断网的，谁知道这个水星路由器就在它旁边。我看了下，原来这电脑的网络是水星路由器提供的，看来断网原因还是机房那边出了问题。于是我又回到了机房，我发现路由器是接到这个大交换机上的，旁边的白色小交换机也是接到了这个大交换机上，黑色交换机也是通过蓝色线接到了这个大交换机上。那我就用电脑接到大交换机上，看下网络到底怎么回事吧。谁知道电脑接上去了许久，愣是没有网络。于是我只能查看了一下电脑的 IP 地址，看看是获取到了哪个路由器的地址。谁知道我电脑愣是没有任何 IP 地址。这些闪得厉害的灯让我觉得可能在网络里面存在环路，才导致我电脑获取不到 IP 地址的。于是我把大交换机上面的全部线都给拔了，只剩下我电脑和路由器的线了。这回电脑总算是可以联网了吧？但是我电脑一样迟迟没有连接上网络不说，我查了下地址，一样是没有任何 IP 地址的，这就奇了怪了。我把那大交换机的线也拔了，我电脑直接插到路由器上，就不信不能上网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电脑依旧没有网络不说，一样连 IP 地址也没有给你。看来问题貌似找到了，应该是这个主路由器出了情况。于是我给它重启了一下，看下网络能不能恢复过来。没想到即使重启了，电脑依旧没有任何 IP 地址。这种情况我打算给路由器还原出厂的，但是在一些特殊的场所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千万不能给它还原出厂。根据我对这路由器的了解，它应该是连网断的。既然没有 IP 地址，那么我就给我电脑设置一个 IP 地址，然后试一下能不能拼通这路由器。结果运气挺好的，还真的猜对了这路由器后台地址。于是我进了路由器后台，首先查看一下 DHCP 怎么回事，却发现 DHCP 被关掉了。难怪我电脑没有任何 IP 地址，我当时以为他们这里上网是需要手动输入地址的，所以我就把原来的线都接了回去。我给我电脑也设置了一个手动的 IP 地址，然后接到交换机上就可以正常上网了。我拼了下外网看数据，也是没有多大的波动，这也间接的排除了存在的环路故障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办公室的电脑还是迟迟没有网络。于是我给路由器断电重启试一下，结果断电重启后依旧没有网络出现。于是我就把这主线给拔了，直接插到我电脑上，却发现我电脑是可以上网的，拼的数据也是正常的，那这条线是没问题的。于是我又把它接了回去，但是办公室的电脑依旧没有任何网络。看来这个办公室断网是水星路由器出了问题。我浏览器进入后台看了一下，这路由器怎么是自动获取联网的？这就让我不太明白了。既然主路由器都没有释放 IP 地址出来，那这路由器应该是手动输入地址才对啊，为何会自动获取？这个原因我没有搞明白。于是我就手动给它输入了一个 IP 地址，输入完毕后，办公室的电脑和 WiFi 又可以正常使用了。然后就是解决其他地方的 WiFi 连接不上的情况了。他们总共有4层楼，每一层都有一个 WiFi， 但是看到这种 WiFi 的时候，我当时就有疑问了，这种 WiFi 没有 DHCP 功能的，为何路由器还要把 DHCP 给关了？这样没有 IP 地址 WiFi 是不可能连接得上的。这又让我想起来了，办公室之前的路由器也是自动获取的，难道说有人进来过这路由器后台，恶意把主路由器的 DHCP 关了，就是想让这里全部断网？对呀，完全有这个可能，因为这主路由器的默认密码都没有改，随便懂一点网络的都可以进入后台随便修改东西。于是我把 DHCP 打开试了一下，没想到 DHCP 虽然打开了，但是 WiFi 依旧没有 IP 地址。这时候我把电脑接到大交换机上，看看什么情况的时候，结果电脑也一样没有 IP 地址。我当时已经确定路由器的 DHCP 是打开的，但是就没有 IP 地址。
可能之前的人还改了什么参数，导致没有 IP 地址放出来。于是我和他们沟通了下，反正都断网了，不如把设备还原出厂，重新调试一遍。他们也答应了。我在还原出厂重新调试后，电脑网络果然恢复了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网络总是时有时无的。于是我拼了下外网，打算通过看拼的延迟来判断目前网络的情况。我这里放慢脚步，教大伙怎么拼吧。首先我们摁 Windows 加 R 键，会跳出这个对话框。我们在这里面输入拼，按加空格，然后输入外网的 IP。我这里输入4个114，这个 IP 是江苏的 DNS 服务器。你们也可以输入网页，比如我们熟悉的百度。输入完后再空格，再输入复 T 指令。输入完成后点击确定，它会跳出这个界面来。然后我们看这行拼的时间，就可以看到我们和这外网的服务器响应的时间了。如果这个时间越短，就代表我们网络延迟越低。如果超过了100，或者像这样时间波动比较大的话，那就代表我们的网络是很不稳定的了。拼了一会后，却发现我在没有动任何线路的情况下，拼居然丢包了，这就意味着网络不稳定。于是我赶紧拼了下路由器的地址，看下内网什么情况的时候，却发现拼路由器也是超时的，那这个内网肯定有故障了。这种情况和网络环路很像，我当时以为是某条线存在了环路，所以我就开始拔线。我拔了一条线，拼还是显示超时，那不是这条线导致的。于是我又拔了第2条线，却发现拼它正常了过来，交换机的灯也闪得没有那么明显了，看来是第2条线存在了环路。于是我就把第1条线接了回去，给大伙看一下，我拔了第2条线，拼就再也没有超时了，看来就是这条线出现了环路。但是我打算再接上去，给大伙直观看一下拼的变化的时候，却发现接上去了，拼怎么一直都没有超时了？没理由啊，这网络怎么又自己好了？可是我已经把这条线接到了大交换机上啊，而且这个交换机的灯也开始了爆闪，按理说拼应该会直接超时啊。于是我又把那条线给拔了，发现交换机的灯又没闪得那么厉害了，但是这个时候拼居然超时了起来，没理由啊，这条线早被我拔了，看来导致网络波动的还不是这条线。于是我就把它接了回去，谁知道一接了回去，拼又超时了，看来这条线还是有点问题。正当我要拔的时候，拼它又自己好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正当我一脸懵逼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电脑又断网了不说，连 IP 地址也没有了，看来这里面还是某条线出了情况。于是我把交换机上面的全部的线都给拔了，就留下我电脑和路由器的线。这时候我电脑的网络又自动恢复了过来，我又把全部的线挨个接了回去，打算看接哪条线拼会超时。但是奇怪的是，我把线全部接完了，拼居然是一直正常的，没有超时不说，而且我的电脑是可以正常上网的。我以为网络好了，但是 WiFi 依旧连接不上，这故障就把我整懵了。既然 WiFi 一直连接不上，那我就换一个思路，搞清楚这些 WiFi 是哪个交换机负责的。我当时怀疑这个交换机是负责 WiFi 的，于是我把它电给拔了，然后去看了下 WiFi 的灯，果然和我猜想的一样，拔了电的交换机，这个 WiFi 的灯果然灭了。那这个交换机就是负责 WiFi 的了。但奇怪的是，我用电脑接上这个交换机是可以上网的，为什么 WiFi 也接到上面，连 IP 地址都没有？这解释不通啊！更加奇怪的事来了，我电脑又毫无征兆的没网了。于是我直接拔了这交换机的主线，直接接到我电脑上有没有网络的时候，哪成想连蓝色的主线一样没有网络。我以为是这条蓝色线出了问题，于是我换了一条线重新接我电脑上，没想到的是，别说上网了，连 IP 地址都没有。我电脑可是接到这大交换机上的，这大交换机怎么又没 IP 地址了？于是我又把电脑接到路由器上试了下，没想到一接到路由器上，电脑又可以上网了。这是什么故障？为什么总是莫名其妙的突然就没了 IP 地址？于是我只能去路由器里面看一下了。直到我在路由器的运行日记里面发现了这个攻击警告，涉嫌 UDP 攻击，来自于 192.168.0.105， 该不会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吧？我于是就开始拼这 IP 地址，发现它那延迟有点不对劲了。好在线不多，我拔了蓝色线的时候就发现它超时了，我再接回去拼又通了。看来这个 UDP 攻击在这个交换机上，于是我每拔交换机上面一条线就看一下拼，直到我拔到第5条线的时候，拼就开始超时了。那这条线另一头又是连接的什么设备呢？我当时以为是 UDP 攻击导致网络故障的，但是我明明已经把这线给拔了， WiFi 依旧连接不上，看来问题还是没有找到。由于整个维修过程实在过于漫长，当时拍摄设备也没有电了，只能被迫第2天再来一趟了。